哎，不错哎，你是不是换相机了？哎，眼尖，我上个月刚刚剁手买的松下 GH5S， 这是我之前用的 GH5的视频增强版，增加了 CMOS 的尺寸，降低了像素密度，所以它的高感的表现要好很多。对了，我最近也要毕业了，然后想计划一场毕业旅行，拍一些旅行视频，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相机推荐啊？就买这个 GH5S 啊，非常适合你的要求，非常适合于旅行视频的拍摄。但是咱们的摄影小哥哥说索尼 A73也不错呀，而且你上一次做测评的时候也对 A73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你要是专门用来视频拍摄的话，选松下肯定没错，因为松下是 4K 可以拍60帧，而且是支持真正的Cine 4K。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但是据我所知，索尼是全画幅相机，不是只有全画幅相机才是高端机吗？哎呀，不能这么说了，你拍视频还要看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像拍旅行视频一定需要翻转液晶屏，索尼是没有翻转液晶屏的。这个翻转液晶屏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可惜松下不是全画幅，可能还是会选索尼。哎呀，又是一个被全画幅洗脑的。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相机做一下比较，看哪一个更适合我。好啊，没问题，评测咱们走起。好。大家好，欢迎收看采风摄影杂志，我是大马猫本。现在随着相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机身的体积越来越小巧，尤其是手持稳定器的出现，让旅行视频的拍摄变得越来越流行。那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两个非常热门的视频拍摄机型，索尼的 A73和松下的 GH5S。这两款机器它的价位相当，而且它的视频功能非常的强大，体积又小巧。可以目测啊，这两款机器在未来短时间可以成为中高端旅行拍摄视频的主流机型。那这两款机器到底哪个更适合你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评测。松下的 GH5S 是 GH5的专业视频版本，这款机器配置了一个1000万像素低密度 Micro Four Thirds 传感器。这款传感器具备了像 VariCam 35一样才有的双原生 ISO 技术，而且机内录制可以高达400兆的码流，无时间限制的 Cine 4K 录制，而且拍摄高清的时候可以达到最高的每秒240帧。这种技术参数在目前的视频拍摄微单里边像怪兽一样的存在。但是唯一遗憾的是，机器没有自带机身的防抖功能，而且对焦系统只是给了反差对焦，而没有更专业的相位对焦。A73是索尼今年发布非常热门的一款机型，它使用一块全新设计的2400万像素背照式的 CMOS， 高感的表现非常的好。4K 全画幅，6K 超彩，全高清120帧的高速率，而且索尼新一代的4D 对焦技术让对焦的体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官方样片里边可以看到非常良好的对焦，让它紧紧地对着人的眼睛，不管是侧面、闭眼，甚至戴着墨镜的情况下，都可以牢牢地追踪的主体。那这款机器并没有达到像松下 GH5S 一样 4K 60P 还有422 10比特的这么高规格的录制模式，索尼把它的最高录制模式限定在 4K 25P 和420 8比特。那我们就想测试一下索尼的 A73和松下的 GH5S 4K 画质的表现。为了让测试的公平，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目前能够找到最锐的这个镜头，是 Causas CP2 35毫米 1.5T 的镜头，把它转接到这两个机器上来看一下画面的锐度、细节还有层次的反应。现在是索尼 A73的 4K 外录画面，这可是索尼 A73能够达到的最高画质。我们来放大看一下它的画面细节，可以看到 6K 超闪耀 4K 的画面细节还是不错的，非常的锐利。我们再来看一下 GH5S 的 4K 画面，同样也是非常锐利。由于 GH5S 在 4K 50P 的时候不支持 H-Log， 所以我们选择了 25P 来拍摄测试的画面。同样细节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看到拖拉机的发动机部分暗部细节非常好。同屏对比，我们发现 A73的画面由于是超采样的关系，画面更细腻。A73的1080P 高清格式由于不是超采样，
索尼采用的是像素合并输出，所以我们看到画面的锐度并没有 4K 表现那么好。GH5S 的 1080P 画面就会好很多， 1080P 松下的采用模式明显比索尼锐利，200%放大细节的部分表现非常好，画面清晰度非常高。1080 50P 是旅行摄影最常用的模式，松下在这个格式上表现要比索尼要好。索尼的8比特 4K 基本不会对旅行摄影师产生很大的限制，更激进的2D 调色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颜色断层。但 GH5S 的10比特也不是白白占据存储空间的，400兆码流保留了大量颜色和灰度的信息，这样2D 调色的余地会更大，摄影师对于颜色的创作也就更有自由度。同屏对比 GH5S 的画面颜色过渡更自然，10比特功不可没。我们把2台机器的白平衡设置到自动，来看一下肤色。索尼是自动白，对肤色进行了优化，我们可以看到 A73 的肤色优化效果还是不错的，白里透粉。GH5S 的肤色效果也不错，但是在相同曝光情况下 ，GH5 的 H-Log Gamma 宽中度没有像 A73 表现那么好，可以看到高光处的细节和索尼有明显的差距。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H-Log 模式，这次测试我们选择 H-Log 模式进行拍摄。旅行摄影大家都肯定希望尽可能减小后期流程，快速出片。没有 log 的机型或者相机内低对比度的设定，已经无法满足复杂光线下摄影师对于宽容度的要求。传统 log 模式不仅起步 ISO 比较高，而且需要向右曝光来减少噪点，后期流程也比较复杂，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GH5S 和 A73 都支持最新的 H-Log 模式，这种 Gamma 模式有高达12档的宽容度，而且减少了色彩饱和度的损失。H-Log 比 Cine 模式有更好的色彩，比 Log 模式有了更简化的后期处理，以更少的噪点。我们也推荐大家来尝试使用这种模式拍摄。A73 的升格拍摄为100帧，可以自动对焦。GH5S 拍摄升格的时候只能进行手动对焦，这在拍摄追焦升格画面的时候有些难度。GH5S 升格拍摄是240帧，240帧是窗口模式，有2倍的裁切，200帧以下没有裁切。GH5S 升格拍摄时候不能使用 H-Log 也是一点小遗憾，希望在后续固件升级中加入支持。我们先来看看 A73 ISO 1600的画面，非常纯净。我们把 ISO 提升到3200，画面还没有感受到提高 ISO 后产生的噪点。ISO 6400的画面依然很纯净，没有明显的噪点。ISO 12800开始，噪点明显，但是很细腻，不会影响画面的锐度。现在提升到25600，基本和12800的噪点在同一水平上，但是颜色开始衰减。51200已经开始影响到画面的锐度，由于机内降噪的关系，画面并没有彩色的噪点。102800的 ISO 基本失去了可用的价值，只能应付极限拍摄的环境。现在是 GH5S， 同样1600的 ISO 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纯净。由于双 ISO 技术的加持，3200也非常纯净。6400非常不错，噪点很细腻。和 A73 一样，12800的噪点开始变得明显。25600的 ISO 相对于 A73 的颗粒比较明显，51200的噪点颗粒比 A73 要明显很多了。10万和20万 ISO 基本属于不可用，画面质量下降的非常迅速。这2台机器在6400以下 ISO 可以应付绝大多数旅行拍摄的暗光拍摄。但是极限 ISO 的状态
A73的画质还是要比 GH5S 好2档左右。自拍是旅行摄影最常用的拍摄方式。我们测试2台机器对面部的识别看起来都不错，面部目标丢失以后，再次进入画面的时候都会迅速找回。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GH5S 的翻转液晶屏在侧面，你就会不自觉地看侧向的屏幕，所以我建议大家戴上墨镜来避免眼神的飘忽不定。索尼的 4D 对焦技术在响应速度和精度上都非常好，处理器在对主体追踪的智能程度上比上一代 A72 有了很大的提升。脸部追踪无论是转身、闭眼等动作的时候，都可以牢牢地追踪主体。对焦系统值得信赖，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就是转接镜头不支持视频追焦。松下 GH5S 的 Venus 处理器在对焦上可以说是做到反差对焦的极致了。由于反差对焦性能极限，对焦性能稍慢，但是精度不错，人脸识别的成功率也比较高。GH5S 只能使用镜头防抖 ，A73 是镜头和机身双防抖。在没有三脚架的情况下，使用手持拍摄，可以看到索尼的5轴防抖，效果确实不错。对于旅行摄影来说，有机身防抖还是更实用一些。A73 的 4K 画面果冻效应在全画幅相机里可以说是最好的，但是由于 GH5S 的感光元件面积小的优势，加上低延迟的读取时间，果冻效应基本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这2台相机我都有，但是让我选择一个的话，我也是谁都割舍不下。GH5S 我选择它的原因就是太轻便和易于携带了。我从16毫米的超广角一直到600毫米等效的超长焦都有。一个机身加3支镜头的总重量不超过3公斤，因为镜头非常的轻便，所以整套系统的稳定器和三脚架我可以选择小号的。另外，这个机器带翻转液晶屏，所以我在自拍的时候不用再单独带一个外接的显示屏，又减轻了整个系统的重量。而且机身设计是防尘防水，完全适合我这种户外徒步拍摄的这种需求。但是 GH5S 毕竟这个机器它的拍照片的像素只有1000万像素作为平面照片拍摄的话，像素是不够用的。所以为了补齐它拍摄平面照片的功能，我需要额外带一个 GH5 或者是 G9 的机身。当然了 ，GH5 和 G9 的机身也就是额外600克左右的重量，也是比较轻。所以的话，整套系统依然是在我能够背负的重量之内。GH5S 对于 Cine 4K 画幅和4:3的拍摄模式支持，让拍摄变得更有意思。虽然4:3画幅是给变形镜头准备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活用这个画面比例来丰富你的拍摄模式。A73 丰富的 PP 设定和对 H-Log 的全面支持，你可以完全在机内利用不同的伽马、白平衡和起点设定出符合你自己个人风格的色彩，这给后期剪辑调色节约了大量的时间，非常推荐大家尝试。而且 A73 作为具有2400万像素的专业微单相机，拍摄照片的能力当然不在话下。4D 对焦和每秒10张的机械快门配合，让抓拍运动物体也变得非常的容易。索尼 A73 的好处虽然多，我觉得也不要把它神化，因为索尼 A73， 如果你是新用户要购买整套索尼原厂镜头的话，尤其是2.8光圈的镜头，绝对让你踏踏实实感觉到什么叫玩单反穷三代。而且索尼 G Master 2.8专业镜头，它的重量和体积甚至要超过佳能的5D3的系统，所以这对于旅行摄影来说是在重量上甚至在价格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选择哪台机器光听我说是没用的，因为只有您自己才清楚未来在什么环境下拍摄什么样的题材，来怎么使用您的相机。我建议在选择这2台机器的时候，您把您自己的需求写一个详细的清单，比如说要不要大光圈的镜头，要不要超长焦的镜头，光线是不是这种大光比范围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和未来的预算是多少，
然后您把所有您需要的需求逐项打勾，最后把得分最高的那个机器选出来。这是我对于您选择旅行视频拍摄机器的一个建议。今天呢，我给大家评测了 GH5S 和 A73，希望大家能够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做一个在技术上详细的讨论。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